贵州被誉为山地公园省，以其壮丽的山水和丰富的民族文化而闻名于世。而在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上，有一个独特的族群，他们自称为川青人。川青人既不是汉族，也不是我们已知的少数民族，他们是一个未识别民族。川青人以其独特的文化和信仰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他们崇拜的山魈是《山海经》中描述的一种以食小孩而闻名的神秘生物。这种图腾的选择让人不禁好奇，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他们的择偶方式同样很特别，他们不和外族人结婚，而是近亲结婚。当他们长到13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成家立业，繁衍后代。这不免让人惊奇，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多与我们不同的习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川青人的世界，一起揭开他们的身份之谜。川青人，这个曾经没有专属名称的群体，曾被周围少数民族以多样的称呼所辨识。他们被称为里民子、土人，这些称呼都源于他们长久以来的居住历史。有趣的是，有些称呼甚至与他们的生活特点有关，比如白汉人，吃荞麦的汉人。直到清代乾隆年间，川青这一称呼才首次出现在地质文献中。他们因身着青衣而得名，与川蓝的汉人区分开来，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标识。如今，川青人主要分布在贵州省的毕节市、贵阳市、安顺市、六盘水市、黔西南州、黔南州等地，跨越6个市、州的20多个县、市、区。他们的存在如同贵州的山川一样，连绵不绝，生生不息。在云南镇雄一带，也有人自称是川青人，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身份在官方数据中往往被归类为白族。云南省境内的官方数据已不再单独列出川青人这一族群。从里民子到川青人，他们的名字变化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积淀。尽管他们的身份在官方数据中可能不再单独列出，但他们的文化和传统依然在民间流传，成为贵州乃至中国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贵州省的毕节市，有一个叫做纳雍县的小镇，它以 70.49 平方公里的面积，3万多的人口，以及超过 90% 的川青人比例，被誉为中国川青人第一镇。这里仿佛是一片未被外界喧嚣打扰的净土，川青人的传统文化和民俗在这里得以保留和传承。走进这个小镇，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些独具特色的川青人建筑，每栋房屋的墙面都涂成了青色，这是川青人的标志色。房顶上安置着川青人特有的五显坛，象征着五谷丰登和家庭的吉祥。门牌上偶尔可见的川青人家字样，更是让人感受到这个族群深厚的文化底蕴。五显坛不仅是川青人家庭的宗教象征，也是他们族群身份的重要标志。在这里，即使是素不相识的人，只要看到对方家中供奉着五显神，就会立刻被视为族人，彼此之间便能畅谈心声，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小镇广场上，一座宏伟的山魈雕塑高高耸立，它不仅是川青人崇拜的图腾，更是他们文化的象征。川青人对山魈的敬仰也延伸到了对所有猴子的尊重，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灵长类动物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相信，亵渎这些动物会受到自然的惩罚。这种敬畏自然的态度深植于川青人的传统之中。山魈在川青人的信仰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力量的象征，更是保护者的角色。山魈在川青人传说中是山里的长臂巨兽，是山中的怪物，身长体黑，力大无穷，可以跑得比豹子还快，徒手撕裂虎豹，被视为山中霸王。所以川青人深信山魈能够为他们带来平安和好运，这种信念贯穿于他们的节日和庆典。每逢农历新年的初5至15，小镇就会举行一场盛大的仪式，巫师们披上熊皮，化身为山魈，穿梭于村寨之间，驱除邪气，祈求来年的丰收与吉祥。这不仅是对山魈的崇拜，也是对川青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庆祝。川青人的宗教活动最具代表性的是他们的傩戏，俗称跳菩萨。这是一种
以祭祀五显神为核心的宗教仪式和文化表达。通过戴上面具，装扮成各种神仙鬼怪，进行神秘的舞蹈和表演，川清人以此与神灵沟通，祈求神灵的保佑。张茂清是镇上少有的会跳傩戏的巫师之一。每年农历9月至腊月，他和徒弟们都会忙碌起来，为镇上的居民举办跳菩萨活动。尽管现在的年轻人对这项传统艺术的兴趣有所减退，但张茂清仍然坚持传承，甚至招了几个徒弟，包括他的儿子张刚，以确保这项技艺不会失传。在川清人的宗教活动中，还有一群特殊的宗教职业者先生，他们主持着庆坛活动，分为不同的宗派，如佛家、道家、佛传道、儒坛等。每一班都有自己的祖师牌，班头被称为掌坛师。如今像张茂清这样的川清人巫师已经不多见，但他们依然坚守着这份文化传承的责任。每年农历9月到春节期间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除了在本镇进行跳菩萨活动，他们还会被邀请到贵州安顺、大放等地的川清人社区，一年至少有20场表演。在中国贵州省的大山深处，川清人以其独特的传统服饰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川清人的服饰不仅反映了他们的审美情趣，更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川清妇女的服饰以其独特的设计和色彩搭配，展现出别样的风情。她们不缠足，偏爱穿着希尔草鞋或反云钩鼻花鞋，脚扎青色绑带，身着3节衣和2节袖的滚花边大袖衣。衣身由青蓝2色的布拼凑而成，上结青色至腰，下结蓝色至小腿。衣角和衣襟镶有云钩花边，衣袖则是活动的，穿时定上，翻2流衣或全翻于肩上，形成独特的装饰效果。川清姑娘的服饰与妇女的服饰有所不同，她们的衣衫不用青蓝2色连接，而是采用全青色或全蓝色，白布镶边，云钩花边镶衣襟，白布或云钩花边镶袖口，衣袖不上套袖。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川清人的服饰在大部分地区已经跟其他民族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在贵州省韶窝镇，仍有少数人保留着族人的服装。不过他们除了走亲戚、赶场和过节时会穿上，平时也很少穿了，会把这些珍贵的衣服像宝贝一样叠好，放在家中的柜子里。随着川清文化的传播，越来越多的川清人开始传承和宣传自己的民族服饰。张婷婷作为川清传统服饰宣传的第一人，她的母亲就是川清人。她不仅传承了川清人的传统服饰文化，更是将其发扬光大，创立了妙手川清品牌。张婷婷和她的母亲郝忠莲女士，在贵阳的龙井村里，一个充满贵州特色非遗技艺的工作室里，共同坚守和传承着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工作室里陈列着各种民族特色商品，包括衣服、包包和家装饰品，每一件作品都体现了传统技艺的精美和独特性。张婷婷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了解川清人，了解民族文化及特色工艺。她相信，通过传承和创新，川清人的服饰文化一定能够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光彩。在贵州的小镇上，与川清人交流是一种独特的体验。他们说话时的声音浑厚有力，仿佛每个字都带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这种独特的语言被称为老辈子话。当你听到他们说 F 发 E 的音，或是 EN 发成 IE， 你就能立刻辨认出他们是川清人。这种语言就像是川清人的身份标识，让人一听便知。有人说，这种老辈子话可能与古时候湖南江西一带流行的方言有着某种联系。它的独特发音和用词，似乎在诉说着川清人与这些地区的渊源。然而，关于老辈子语是否是川清人独立民族语言的证据，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尽管如此，这种语言的独特性无疑为川清人的文化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川清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充满了民族色彩。在婚姻和丧葬等重要生活仪式上，他们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和规矩。川清人在婚姻上极具排外性，不与外族通婚，只在本族群内进行婚配。
常见亲属间的婚配方式包括侄女赶姑妈和单勾亲这两种方式。侄女赶姑妈即舅舅家的女儿嫁给姑妈家的儿子，单勾亲则是姨妈与姨妈子女间的婚配。川亲人认为这两种婚配方式最为理想，因为彼此知根知底，婚后婆媳关系更易相处，还能亲上加亲。虽然近亲结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口素质，但对强化族群凝聚力起到了很大作用。此外，川亲人还有早婚的习惯，在12、13岁时，男孩和女孩就可以自由地在山歌场上通过唱山歌来表达情感，寻找心仪的对象。若男女双方皆有意，男孩子父母就请媒人去女孩家说亲，如女孩家里同意，等男孩子长到15、16岁时就可以结婚成家了。这种自由恋爱的方式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和相互了解的平台。据说川亲人还有一个古老的风俗，川亲人的女孩们左手会留长长的指甲，如果他们遇到心仪的人，他们就会用他们的长指甲在心爱的人手心留下印记，将对方的鲜血留在自己的指甲上，这是一种独特的表达爱意的方式，象征着两人之间深深的情感纽带。这种方式听起来还是有点血腥，不过在择偶上，川亲人同样有许多禁忌。他们最忌讳同性开亲，认为同性的人都是同一个老祖人传下来的后代。因此，当某个男孩看上某个女孩时，最紧要的事情是打听清楚该女孩的姓氏。如是同性，那么该男孩会悄悄地离开；如非同性，男孩才可采取进一步行动。如果犯了同性不婚的禁忌，轻者被逐出寨门，重者被用来祭祖，惩罚极为严酷。川亲人虽崇尚自由恋爱，但严禁男女私奔。私奔的女子常被人看不起，在男方家的地位也很低。私奔常被认为是败坏门风家风之事，被抓到后将受到严厉惩罚。私奔者的父母也要受到家族的制裁。一旦男女双方有意结为连理，男方家庭会请媒人前往女方家中提亲。如果女方家庭同意，那么在男方15、16岁时就可以开始筹备婚礼。婚礼的筹备过程非常漫长和复杂，从最初的提亲到最终的婚礼，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川亲人的婚礼有着多达18种的传统礼数，每一种都承载着对新人的美好祝愿。从姑表连亲的亲上加亲，到背姬认亲的吉祥寓意，再到以额压礼的庄重承诺，每一个环节都是对婚姻圣洁的颂扬。婚礼前夕，男方家中已是喜气洋洋，数十位青年男女抬着花轿，伴随着唢呐和锣鼓的欢快节奏，前往女方家中接亲。在亲家的堂屋内，主接亲的二人会举行3拜见的礼节，向天地、祖宗以及亲家的每一位成员表达最深的敬意。婚礼当天，新娘被花轿抬至新郎家门前，圆房仪式随即开始。首先是回车马，新郎怀抱雄鸡，由阴阳先生指挥宰杀雄鸡，以示驱邪避凶。接着是拜天地，新人在阴阳先生的引导下，向天地、祖先和家庭进行4拜，每一拜都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祈愿。拜天地后，新人在亲朋好友的簇拥下进入洞房，阴阳先生进行法事撒账，用净水洒向新人，边洒边念着祝福的话语，从荣华富贵到子孙兴旺，每一句都是对新人未来生活的美好祝愿。婚礼通常持续3天，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庆祝活动。第1天敬亲，第2天蒸酒，第3天则是送别宾客。家境殷实的人家甚至会将婚礼延长至4天，让这份喜悦和祝福更加绵长。川亲人的婚礼是一场盛大的庆典，充满了欢声笑语和祝福。新郎新娘身着传统的民族服饰，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在生命的另一端，川亲人的丧葬习俗同样显得庄重而神圣。这些习俗不仅是对逝者的最后告别，更是对生命尊严的最高敬意，以及对祖先的深切怀念。川亲人的老人过世有草鞋见亡、竹棍报丧、埋水浴尸、奠基冥枕、火把送葬、雀窝严井、拔牙等7种习俗。就拿其中的埋水浴尸为例，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仪式。当家中老人离世，孝子会带着香、符纸和金属币来到井边或河边，
进行一场庄重的仪式。孝子要在井边或河边一边烧香符纸，一边哭泣，表达对逝者的哀思。然后他们会将金属币投入水中，象征着将逝者的魂魄与自然融为一体。接着孝子会从井里或河里取水回家，用这水为逝者洗净身体，以此表达对逝者生前的尊重和怀念。在洗尸仪式中，孝子还会喝下一点洗尸水。晚上，孝女和孝媳会用柳条蘸取神龛上的水，轻轻洒在逝者身上，边洒边哭，边嘱咐逝者要喝阳间清凉水，不喝阴间迷魂汤。川清人的婚礼与丧葬习俗虽然形式迥异，但都体现了他们对生命、对家庭、对传统的尊重与传承。无论是婚礼上的欢声笑语，还是丧葬仪式中的庄重肃穆，都是川清人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川清人这个在贵州群山中熠熠生辉的群体，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和习俗，展现了他们丰富多彩的传统生活。然而，尽管他们拥有自己鲜明的民俗习惯、固定的分布地区和庞大的种族群体，川清人却至今并未被正式认定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这其中有着复杂的历史和文化原因。在中国，对于少数民族的界定有着严格的标准，包括共同的地域、语言、文化和历史等要素。川清人作为一支具有独特文化特色的群体，他们的民族身份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川清人早期被称为县民，后来又被称为土人。关于他们的来历，历史上有多个版本。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川清人是贵州的原生民族，与历史上的辽人有着紧密的联系。明朝史志中记载，川清人的先民被称为土人或李明子，这表明他们可能是贵州的土著民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川清人可能是汉族的一支分支。另一种说法源自明朝时期，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大将傅有德、沐英征讨，不肯降服大明，奉元朝为征戍的梁王时，从江西等地随军迁移过来的军户。云南和贵州本就有着很多少数民族，这些将士与当地的土著居民融合，人数逐渐增多，于是形成了这些喜欢穿着青衣、讲贵州通行官话的川清人族群。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川清人是一个混合群体，由汉族移民与当地土人通婚形成，其社会构成介于汉族社会和少数民族社会之间。尽管民俗专家进行了深入研究，但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导致川清人的民族身份至今仍无定论。其实，关于川清人纳入其他民族，政府早有过相关行动。1955年，著名人类学专家费孝通带领工作组深入川清人聚居地，完成了一份关键的调查报告，认定川清人为汉族移民。然而，这份报告并未平息争议，川清人对调查结果的质疑基于他们独特的语言、聚居区、信仰、风俗和服饰。这种不认可催生了第二次调查，这次调查持续了3年，最终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川清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不是汉族。尽管这份报告被带往北京汇报，但仍未获得批准。贵州省内对川清人的民族成分再没有进行过政府层面的识别。1990年，全国第4次人口普查确认了56个民族，而川清族依旧被列为未识别民族。2003年，公安部的一项文件为川清人带来了一线希望，允许他们在身份证上填写川清人，尽管没有民族代码，但这仍是对川清人身份的一种过渡性承认。川清人这个被称为第57个民族的群体，虽然不属于56个民族当中的任何一个民族，也没有民族编码，但却享有与其他少数民族相同的优惠政策。川清人的文化故事是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深情告白，他们的存在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每个民族都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个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魅力。现在，你是否对川清人的故事有所了解呢？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像川清人这样具有民族特色和文化历史的未识别民族，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同时，如果你被川清人的故事所打动，别忘了点赞、订阅和转发，让更多人了解这里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